海伦娜迈步走入数据中心时，并没有带任何皇室的随行人员和侍从，而是带了20几位身穿蓝色纯棉工作服、戴着防静电手套、口罩和防护帽的工作人员。这些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安家从美国调集来的技术人员，不过其中有4个滥竽充数的非专业人士，分别是叶晨与林婉儿、二舅安凯峰以及退休探长李亚林。此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是海伦娜出面，所以叶晨并不想让霍华德知道叶家和安家参与其中。而安凯峰和李亚林在美国都算得上是知名人士，尤其安凯峰早就是安家对外业务的负责人，霍华德自然也认识他，于是大家干脆都把口罩戴上，再混入一群工作人员中间。霍华德此时的注意力也根本没在这些统一着装的工作人员身上，因为按照这种最高等级数据中心的日常操作标准，工作人员确实需要穿戴防静电的穿棉服装、手套、帽子、口罩也都是必备的装备。他身后那些搭建 AI 模型的工作人员其实也是同样的装备。现场唯二没有换装的便是他和海伦娜了。见到海伦娜，霍华德自然高兴无比，他快步迎上前来，主动向海伦娜行吻守礼，随后语气尊敬地说道：“女王陛下，很荣幸又和您见面了。”海伦娜保持着女皇的应有的骄傲与矜持，朗声道：“很高兴在北欧见到你，罗斯柴尔德先生。我们这里现在进展到什么环节了？”霍华德指着身后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型机柜，难掩激动地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您放眼能够看到的这些机柜，里面全部装载着最顶尖的运算芯片。我的工程师告诉我，现在它们处于待机状态，所以您会发现这些机柜内部的机器运转都非常安静。可是，一旦给他们下达指令，让他们全力运算的时候，这些机器的轰鸣声将堪比一架正在起飞状态的波音747。当这里所有的处理器满载运行的时候，它们运转所需的功率将媲美一座小型城市的电力需求，届时将十分壮观。”海伦娜微微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那就让他们全部运转起来吧。我想看一看他所有算力集中执行一个运算任务的时候究竟有多强大。”在美国纽约同等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，至少同时为几十上百万人提供各种类型的 AI 运算服务。虽然部分运算可以调取用户本地设备的算力，但大部分运算工作还是由数据中心在云端完成，然后再将结果下发到用户的终端设备上。也就是说，寻常人至多也只能用到这个数据中心100万分之一的算力。如果将这些算力全部集中到一个任务上，它的执行力将超出所有人的正常认知范围。霍华德也不懂这套模型究竟该怎么运作，于是他便对身边一位技术人员说道：“汉克，你把模型跑起来，给女皇陛下演示演示。”好的，罗斯柴尔德先生。被称作汉克的技术人员立刻开口道：“请女皇陛下移步到总控台，整套 AI 模型的本地执行端全部集成在中控台。我会在那里向您和您的工作人员演示模型的启动运行，然后将线上的执行权限移交给您的工作人员。”海伦娜点点头：“那就辛苦你了。”众人一步来到这座机房的中心位置，在这里有一个类似指挥中心的中岛，除了各种操控设备之外，还有多个吊装在天花板上的硕大超清屏幕，上面用图表和数字显示着整套 AI 模型的实时状态。汉克在中央位置的电脑前站立，随着他敲下回车键，周围的音箱系统立刻传出一个冷冰冰的女性声音：“系统启动，请输入密码进行身份验证。”汉克立刻在键盘上输入一连串的密码，随后系统再次提醒：“进入生物核验环节，请将双手放置于掌纹识别面板上方，同时正视摄像头进行面部识别。”汉克一边照做，一边开口介绍道：“由于模型需要不停的训练，同时不停更新资料库，所以它需要24小时不停抓取互联网上一切可以被抓取的新内容。目前我们已经将模型接入了互联网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系统需要非常严密的身份验证才能进行操作。”说着，他又介绍道：“掌纹识别面板不但可以识别指纹和掌纹，
还能检测本体的体温、心率和血氧。换句话说，必须是活人才能够通过验证。说话间，正对着他的摄像头旁边的 LED 灯忽然开始以极快的速度不断闪烁各种颜色。汉克又道，面部识别系统也会进行生物存活验证，它不但可以检测瞳孔的细微变化，还能用红外检测验证者的身体轮廓以及是否与掌纹验证为同一躯体，同时还能在1秒钟内随机频闪40种不同颜色。摄像头会同时捕捉验证者面部反射的颜色，确保一致，从而避免黑客黑掉摄像头，用其他方式欺骗摄像头。而且我们的摄像头可以通过人脸不同部位的反光，来构建人脸的3D 轮廓，以此来确保面前的是真人，并非仿真面具或者仿真模型。依托它自身的强大算力，它可以将我的脸细分成上千万个细节来进行智能比对。就算是有一个人跟我长成99%的相似度，也不可能骗得过他。系统经过一系列的认证判定之后，终于响起提示，验证成功，欢迎进入 GPT， 我将随时为您效劳。汉克转过身，看着海伦娜，恭敬地说道，女皇陛下现在可以向 AI 发号施令了。中央的大屏幕是它的呈现终端，您需要的结果，它将会在这里呈现给您。海伦娜问他，我可以问他什么？一切，汉克道，任何问题他都能够为您解答。如果他的资料库里有您问题的权威答案，他会直接将答案告诉您。如果他的资料库里没有权威答案，他会基于自己的算力思考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答案反馈给您，同时会向您说明答案是他的主观判断，是否采纳由您自己决定。说着，汉克又道，不过女皇陛下，我个人建议您不要只是问他问题，这对他来说太简单了。他真正的能力是海量信息的检索和海量运算的处理。之前您应该也了解过，我们的新版本已经支持 AI 生成视频了，只不过那种视频也是算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。您拥有这套系统100%的算力，完全可以给他提更加苛刻的需求。海伦娜想了想，开口道，我想让他把从我进来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监控录像调取出来，然后把我从视频里无痕抹去。汉克点点头，直接按下对话键，开口说道，请将伊利亚特女皇的形象从自她进门到现在的所有监控录像中抹去。系统的提示音道，已在监控录像中对比出伊利亚特女皇的面部特征，正在进行处理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众人周围的机柜忽然发出极其尖锐的呼啸声，是散热风扇在一瞬间全力运转所产生的高速啸叫，就像飞机起飞时引擎开到最大推力时动静一样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几乎就在这一瞬间，整个机库的温度瞬间上升，每一个机会都像是一台巨大的即热型电暖器，在一瞬间便产生大量热能。紧接着，整个机房的散热系统也随之启动，噪音变得更大。这呼啸的散热声持续了约莫3分钟，便听系统提示道，任务处理完成。从伊利亚特女皇进门到现在，一共被36颗监控摄像头捕捉到，共计产生了367分12秒的视频文件，共计528768帧图像，其中包含其形象的图像共计343658帧，已全部处理完成。处理完成后的36条视频已推送，并按照伊利亚特女皇出现时长从长至短进行排序。说完，硕大的荧幕上立刻出现了一个 6x6 的缩放画面，每一个画面都代表一段视频，排在第一的就是主控台正对入口的监控探头。系统说，按照海伦娜出现时长的长短排序，这个摄像头恰好全程捕捉海伦娜，没有丢掉一帧。汉克立刻说道，播放第一条视频。系统回复，好的，开始播放第一条视频。接着，视频自动最大化，所有人都抬头看向硕大的超清屏幕，眼看着一众人从入口进来，唯独少了原本走在最前面的海伦娜。而且可怕的是，系统不但把它完美从画面中抹去，还依靠自己的强大算力，完美地补上了它被抹去之后的空白画面。原本后面被它挡住的部分已经完全由 AI 自动运算并实现填充，
而且由于拥有强大的算力作为基础，这部分被填补得非常完美。比如在某一帧里，戴着口罩的叶晨原本是被海伦娜挡住了脸，摄像头只拍到了她的身体，但 AI 清晰地判断出她在人群中的位置，并从中锁定她的运动轨迹，直接从她没被挡住脸的画面里，将她戴着口罩的样子学习下来，然后再根据学习的样子生成了叶晨戴着口罩的面部，填补到了海伦娜被抹去的画面中。这样一来，所有海伦娜被抹去的区域都得到了完美填充，整个视频已经完全看不出这里原本还有一个人。就在众人惊掉下巴的时候，更神奇的一幕出现，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就像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演员，快步跑到众人面前，向着空气行吻手里所有与海伦娜有关的画面，哪怕构图再复杂，哪怕主体被多重遮挡的同时又多重遮挡着身后的人和物， AI 都能够处理的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。叶晨看得骇然，而一旁的李亚林更是惊得瞠目结舌，他声音有些颤抖的在叶晨耳边低声道：“这东西太可怕了，那个人刚才只是告诉他，让他抹掉伊利亚特女皇，他直接就把女皇给抹去了。这不但证明他视频处理和生成的能力非常强，还证明他能够完美的从资料库里找出与人相关的信息，并且立刻判别出来。那个汉克让他抹掉女皇，他就第一时间利用自己的资料库，从我们这些人里将女皇分辨了出来。这要是将来用他找人，那可太方便的，直接把海量视频交给他，然后给他一个人脸资料，他就能从海量视频、海量人脸中找到这个人。叶晨忽然想到什么，开口道：“他能认出海伦娜，并且把海伦娜抹去，那反过来，如果我让他把海伦娜换成其他知名人士，他肯定也没问题。”说着，他走到海伦娜耳边，低声耳语几句。海伦娜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这个想法有意思。”说罢，他看向汉克，开口道：“让他把视频中的我全部换成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先生。”霍华德愣了愣，心想：把你换成我，那不就等于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行吻手礼了吗？还挺恶心的。汉克转头看向霍华德，用眼神征求他的意见。霍华德也豁出去了，点头说道：“遵照女皇陛下的指令。”“好的，罗斯柴尔德先生。”汉克再次按下对话键，将海伦娜的命令转述给了系统。似乎是有了上一次处理的计算量作为底子，这次的处理相对还快了一些，仅仅用了2分钟，系统便完成了所有处理工作，同时将视频排序推送到了屏幕上。汉克依旧让他播放第一条，一瞬间，原本那个意气风发、迈步走进大门的女皇海伦娜，变成了年迈且有些行动迟缓的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。最令人大跌眼镜的，便是背对着镜头的霍华德，向正对着镜头的自己单膝跪地行吻手礼。海伦娜这时开口道：“这个视角只能看到真实罗斯柴尔德先生的背影，不如切换一个机位，我想同时看到真实的罗斯柴尔德先生以及 AI 生成的罗斯柴尔德先生两人的侧脸。”汉克立刻下达命令， AI 也立刻选择另一段视频播放。这条视频中，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老头子碰了面，左边的老头子一脸殷勤和谄媚，而右边的那个老头子则一脸倨傲。接着，左边的老头子单膝跪地，轻轻捧起右边老头子的手，并在他的手背上亲了一口。这画面看得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做出尴尬又恶心的表情，就连霍华德自己也是恶心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不过，所有人在恶心的同时，也都深深震惊于这套 AI 系统的处理能力。李亚林不由喃喃道：“我你妈，这东西真的是强到变态！好莱坞要是有这么套东西，不知道多少人要失业。”叶晨心里也格外激动，忍不住低声笑道：“好莱坞可买不起这么贵的东西，光是 AI 模型和硬件成本就几百亿美金，数据中心的成本也要近100亿。更别说人家母公司就是靠这套模型吃饭的，还想着靠这个成为市值1万亿美元的公司，根本不可能把这么一套东西卖给好莱坞。”李亚林强压兴奋，低声对叶晨说道：“咱们这回真是牛大逼了。”